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没有动力也能行动的小窍门，以及通过解释多巴胺的科学原理，让你能够提升整体的动力感。那第一个小窍门就是动起来再说，而且要快到你的脑子跟不上。那你可能会想说，我都没有动力，我怎么还动起来？所以呢，那个速度就是很关键，你要有个冲动。比如早上你不想起床的话，那么你就要冲去洗个冷水澡，要用冲的。一旦你犹豫了，那么你的大脑就会想出100个理由来阻止你。我之前看一本书，它是这么说的：我们的行动的运作是这样的，灵感、动力、行动，灵感、动力、行动。如果你没有前面的灵感跟动力的话，那么你就行动，不管做什么，就不要坐在那里，就是动起来，不管是泡杯咖啡，或者走出去，或者洗个冷水澡。那么你这个行动背后会带来一个灵感还有动力。因此，只要动起来，那么它就循环起来了。我前不久看了一部电影，叫做《史塔克的疗愈之道》。那位心理治疗师就提供了一个小工具，就是帮助你在没有动力的时候前进。他是说，人生就像一串珍珠一样，需要做的就是把下一颗珍珠给串上去，而且每一颗珍珠都是有黑点的，这意味着你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不可能是完美的。虽然不完美，但是每一步都能够带着你向前，并且塑造你这个人。多巴胺它其实不是快乐本身，它是推着你去寻找快乐，激励你做事的货币。为什么说是货币呢？因为它不是无限可以使用的。每个多巴胺的高峰都会迎来多巴胺的低谷。当你轻易释放你的多巴胺，通过刷短视频或者吃快餐来获得这种愉悦感的时候，那你就需要接受不断袭来的低谷，那种空虚、失落、焦虑、不开心的感觉。因为你太轻易的使用你的多巴胺货币了，所以你就要一点时间来储存你的多巴胺。而且当你不断的使用这种又短又快的刺激来获得多巴胺的话，那么你的多巴胺基线水平会下降，就好像你的大脑对你进行限制消费，你的动力小金库里的钱会变少。你会发现你越来越没有动力，你越来越觉得空虚无聊，不能够体会生活简单的快乐。在我了解这点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原来当我们毫无节制地满足自己欲望的时候，它的代价不仅仅是你当前花费的时间、金钱，还有一个隐藏条款，那就是你长远的动力。你再也没有足够的燃料去完成真正对你意义重大的任务。那刚刚提到，每一个多巴胺的高峰都迎来它的低谷，当下有多快乐，之后可能就有多失落。它有点像一个天平，如果你在高峰的这一边太高的话，那么你低谷也会更深，你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恢复。多巴胺国度的作者呢，他就说，那就不要让自己处在高峰的时间太长。我觉得就好像经历暑假的老师一样，他们在暑假经历了无比的快乐，那因此就要迎接开学无比的痛苦。一个健康的多巴胺水平应该是有弹性的平衡，这意味着你对生活的小事是有感知的，你能够感到它的小快乐。但与此同时，当你经历低谷的时候，你很快能够恢复。但是我们也知道，高峰越高越快乐。那如果我避免那些非常高的高峰，那是不是意味着就没那么快乐？是不是意味着无聊呢？多巴胺国度的作者有一个说法，我觉得很妙。他说，不要去寻找激情，你环顾四周，看看自己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不一定要是什么大事，可能就是很小的生活琐事。我突然想到我妈，她永远充满动力，可能就是因为她能够在周围找到无限的事情可以做。假如你对电子游戏上瘾，你希望从外界找到比电子游戏更有趣的事情来将你从电子游戏里拉出来的话，那你很可能找不到这件事情。因为电子游戏带给你的那种强大的多巴胺，它会让你难以感受生活中的小事。顺序应该是先把你的电子游戏给戒了，重置你的多巴胺水平，这样慢慢的你就会在你周围发现越来越多有趣的事情。
1 2 8 8 1 2 8 8 9 8 9 8 9 8 1 8。斯坦福大学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实验，他将原本就喜欢画画的小孩分成3组，第一组提前告诉他画完画会有奖状，第二组则没有说，但是在他们画完画之后也给了奖状，第3组在他们画完画之后没有给奖状，也没有提前跟他们说会给奖状，结果就是第一组被告知会有奖状并且得到奖状的小孩，他们在空闲的时候主动选择画画的时间减少了。所以不要在你的兴趣爱好后面叠加奖励，这样可能会影响你的内在动机。那在什么时候需要奖励呢？在完成一件困难且有挑战的目标的时候，因为很少有人能够在看到一条终点线就一直冲到最后，总是需要一些里程碑来帮助自己前进。这里所说的奖励不一定是物质上的，也可能是你在你的待办清单打个勾的那种成就感。因为多巴胺最大的魔力是让你坚持去做一件还没有完成的事情。举个例子，你有没有发现你每次要去旅行之前会比到达旅行地更加快乐？你在收拾行李，在想到那边要吃什么好吃的，有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反而最快乐。但等你到达旅行地之后，一切就好像还好，除非有什么特别惊喜的事情发生。那假如现在把我们想要追求的目标当成我们要去的旅行地，那么在去这个旅行地之前，我们就要给自己设置一些可以达成的目标。先把衣服收拾好了，这是目标1，然后你就完成订机票，然后完成，那就可以通过这样一步一步的小目标，让你在抵达目的地之前就已经感受到非常大的快乐。不管是多巴胺的高峰还是低谷，都是相较于多巴胺基线水平而言。这个基线水平是指你的大脑在不受外界强烈刺激的时候，自然维持的多巴胺浓度。它对你的情绪、感受力，最重要是动力，有着很大的影响。以下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大家维持健康的多巴胺基线水平，有一些就是老生常谈，但是它都是避无可避。比如说晚上要有充足的睡眠，早上起床之后呢，尽快去感受一下阳光。如果是晴天的话，5到10分钟；阴天的话，10到20分钟，因为它能够让你的皮质醇在早一点的时候上升。另外还可以通过眼睛调整你的生物钟，让你晚上的时候更容易睡着。食物的话，可以补充含有酪氨酸的食物。当然还有就是定期规律的运动啦。那除了这些日常活动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有一个可操作性比较强的叫做 NSDR 深度无眠休息，我试了一下，它真的蛮好操作的，因为它只需要你躺着或者坐着，有个呼吸法教你怎么放松，让你的心率降低，而且需要的时间也不长，大概10分钟就可以了。随便网上搜一下都能够搜到免费的教程。